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歪，很开心今天可以和你一起做一件小小的，但是很特别的作品。我们今天用925银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造型。这个过程很疗愈，就算你是第一次做，一定也可以感受到动手制作的美好。我们这次使用到的材料有 0.8mm 的925银板，一张你喜欢的图稿，还有一条1mm 的925银线，选一张你喜欢的图案当做模板。我这次选了龟背芋的叶子来当做我的图稿，我很喜欢它的线条，还有它破损的自然风貌。每一个叶子都看起来不太一样，有一种不完美的美感。当然你也可以选别的，比如说一朵花、一只小动物，或者是一个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的符号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是你喜欢的图案，它就值得你为它动手。图案选好之后，先稍微修剪一下，边缘有一些多余的空白，如果直接贴上去会浪费银板的空间。剪好之后，我们再把图案粘贴到银板上面。你可以使用白胶、口红胶，或者是跟我一样用痘痘贴。我喜欢用痘痘贴，因为它可以重复粘贴，它的粘性刚刚好，我可以随时调整我要粘贴的位置。像叶子这样子的图案，有一些角度可能会太尖锐，或者是有一些边缘太细，很容易在切锯的时候断裂。所以我们用记号笔稍微修饰这些地方，把圆角修圆一点，或者是把边缘加粗一点。准备好图稿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切割银板了。我这边使用的是最基础的工具，一把3寸的锯弓，搭配了金属锯丝。锯丝有不同的尺寸，我会选用比较粗的20锯丝来切图案的外围轮廓，然后内部镂空的部分我会用更细的40锯丝，这样子可以处理比较细致的细节。然后内部镂空我们需要先把金属钻孔，所以这边我们会准备 0.8 跟 0.6mm 的钻针。我们还需要为镂空的部分做记号，方便待会钻孔定位。这些记号就像小小的路标，可以确保我的砖头不会跑偏。我用一个手持的中心冲，可以在图稿上面压，就能直接在银板上面留下一个干净的记号。如果你手边没有中心冲，你也可以用记号笔或者是铁钉，然后用榔头在上面敲一个中心点，这样也可以当作钻孔的指引。等到我们把所有的镂空都做好记号之后，就可以准备去钻洞了。钻洞我用的是吊钻，这个工具可以搭配不同尺寸的钻针，灵活又好用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把钻针夹进去吊钻的夹头里，装的时候要小心，确认钻针是夹得很稳固的，没有歪斜。你可以轻踩你的踏板，看看你的钻针有没有在左右摇晃。如果它不是直直的在转，那就是没有夹好。这个时候稍微松开夹头，调整一下钻针回到正中心，然后再锁紧。这个小细节比较重要的是，因为歪掉的钻针不止没有办法钻孔，还可能断在银板里面，处理起来会很麻烦。钻孔的时候，建议在银板的底下垫一块木头，这样子可以保护你的戳座。我必须承认，我的桌子已经是坑坑洞洞的。这些是20年来创作留下的痕迹，虽然很有故事，但不是一个好的范本。我们垫一块木头，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戳座，还可以让钻孔更稳固。
如果有金属蜡，你可以在钻之前在钻针上面抹一点金属蜡，这样可以减少摩擦，让钻针更耐用。钻孔的诀窍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要保持手跟钻针跟银板垂直，慢慢施力，尽量不要歪斜。如果角度不对，钻针很容易断。为了安全，建议大家还是戴上护目镜。当我们把所有需要镂空的洞都钻好之后，我们可以稍微修饰一下镂空的线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图稿。像我这张列印的龟背玉叶子的图案，品质不是特别的清楚，线条有点模糊。这样的图稿如果直接切锯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问题。你会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锯，或者是线条太靠近边缘，容易断裂。所以我用笔稍微描绘修饰一下这些线条，把模糊的地方画得更清楚，离边缘更远一点。这个步骤不只是为了要方便切割，也是在为图案注入你自己的风格。如果你用的是设计软体画好的图稿，你可以在设计的时候就避免线条过细。但如果你是列印图案，像我这样，你就花一点心思调整。这个描线的过程，就像把图案加入你的风格。就算大家的图案都一样，最后的完成品也会有自己的味道。切割镂空时，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把锯丝安装到锯弓上面。我用的是3寸的锯弓，搭配40的锯丝，这样子就可以精准的处理镂空的细节。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锯丝的锯齿一定要朝下，而且锯齿的方向要朝外，也就是朝着你要切锯的方向。因为锯齿朝下，我们才可以有效的切削金属。我们先把锯丝的一端固定在锯弓的夹头上，然后再把银板上面镂空的洞穿过锯丝，把另外一端的锯丝也锁紧。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推一下锯弓，让锯丝有一点绷紧的张力。锯丝不能太紧或太松，太松锯的时候容易线条不直，那太紧的话很容易在锯的时候就断掉。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多试几次，找到最适合你的手感。切割镂空造型有一个小诀窍，我们都会永远先处理内部的镂空，再来把外围的轮廓锯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先把外围切下来，银板会变得很小，很难抓牢，施力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变形。所以先专心的把镂空锯下来，可以让整个过程更稳定，也可以保护图案的完整性。切锯的时候，我喜欢在旁边放一把小毛刷，随时可以刷掉金属屑，这样子工作台很干净，视线也更清楚。讲到切割技巧，镂空图案的转角是一个挑战，尤其是有尖锐角度的图案。我有2个方法可以分享。第一种是顺着锯，我们在转角处多停留1-2秒，轻轻地转动银板，让锯片慢慢的过渡，这样切出的线条会很流畅。第二种是分段锯，
我们可以从孔洞的两端分别向转角锯过去，最后交汇处轻轻的衔接，这样可以精准地控制尖角的形状。你也可以试试这2种方法，找到最适合你的手感。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，我们在锯线条的时候，你得要先决定锯在哪个位置。你可以选择锯在线条的外侧、内侧，或是直接沿着线条中间。这3种方式会让成品的尺寸跟细节差很多。比如说，你锯在外侧，图案就会稍微变大；锯在内侧，图案就会更小。所以在开始锯之前，你就要先想好你的成品要什么效果，你要标记清楚你要走的路线，这样子锯起来才会更有方向。再来，老歪再做一个安全提醒，就像刚刚钻孔的时候说的，护目镜最好是戴起来比较好，因为我们锯丝很可能随时都会断裂，弹出的锯丝有可能会伤到眼睛。还有就是金属粉尘，因为它很细小，所以你在锯的时候，它散落的粉尘也会对身体不好。建议口罩也把它戴起来。这些小习惯虽然简单，但是可以让你在创作的时候更安心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在安全的环境里，尽情地享受这份手作的快乐。接下来我们要切锯外轮廓了，我会把锯丝换成比较粗的20的锯丝。之前我们镂空用的是比较细的40锯丝，适合精致的线条。但是外轮廓我需要更有效率的切锯下来，所以我会选择比较粗的锯丝，切的速度也会比较快。换锯丝的步骤跟之前一样，我们要确保锯丝的齿朝下、朝外，然后要锁紧锯弓的两端，并且要调整到适当的张力。张力就像作品的节奏，太松或太紧都不行，要找到平衡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在切割外轮廓的时候，需要选择切锯的路线。还记得之前提到的3种方式吗？我们可以锯在线条的外侧、内侧，或者是线条的中间。我这次选择锯在图案的外侧，因为镂空的线条离的边缘比较近，所以我锯在外侧可以稍微放大图案的面积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效果，事先标记好路线，这样子锯起来会更有信心。切锯的时候，把银板固定好，用左手稳稳地压住银板，要确保它不会随着锯弓上下移动。如果银板不稳，线条容易歪，锯丝也容易断掉。我的习惯是用手指压紧银板，放在错台上，让它服帖又不滑动。锯弓的握法也很重要，我们握锯弓的手不要太用力，要像是轻轻的在引导它上下移动就好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台精密的机器，专注稳定的拉锯弓。那另外一只手的任务就是转动银板，配合线条的方向。这种分工可以让你的动作更流畅，线条也更干净。为了让锯丝更滑顺，我会在锯丝上面抹一点金属蜡，这样可以减少摩擦，锯起来也比较省力又比较舒服。如果没有金属蜡，你用蜂蜡也可以，效果一样好。切锯的过程需要耐心，每一次的拉锯都是你和作品之间的对话。当你看到外轮廓一点一点成型，你会觉得这份专注真的很疗愈。
我们把图稿撕掉以后，可以观察一下银板的背面，看看我们刚刚锯的镂空，它的洞正面跟反面有没有差不多。如果大小不一致的话，有可能是你在锯的时候手拿的锯弓没有很正，因为歪斜，所以才会导致你的孔洞正反面大小不一。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慢慢练习，姿势正确，我们锯下来的效果会越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帮银板退火，退火是让金属软化的过程，这样后续的塑形或者是修整会更容易。我们在退火的时候，可以观察一下银板的颜色变化。925银会从原本的银白色逐渐转成淡淡的粉红色。当整片银板都呈现均匀的粉红色时，退火就完成了。这边是3个已经切锯完成并且也退好火的龟背玉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错修了。首先我们要用锉刀来修整切锯的边缘，磨掉那些刚刚切锯下来的锯痕。所以我这边用的是最初的00号的半圆形锉刀。这种锉刀它的一面是平面，另外一面是弧形。平面的地方适合用来修整直线的边缘，弧形的地方可以处理曲线或者是内凹的部分。错修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我们要顺着锉刀的锯齿方向，长长的平稳的往前推，不要用短促的动作急着来回的搓，这样容易留下不均匀的痕迹。我们保持稳定跟耐心，让每一下的错修都为边缘增加一点平滑度。修整边缘的时候，我喜欢多做一个小细节，我会在平面上搓出一个浅浅的弧度，让它的边缘不是直上直下的硬线条，而是柔和的向外倾斜。这样的弧度可以让造型看起来更温润，不那么生硬，就像叶子边缘的自然曲线，视觉上会更有层次感。你可以试着轻轻调整锉刀的角度，来感受银板在你手中变得越来越光滑。我要介绍我最爱的一个工具，它是一种氧化铝的膜片。这是一种薄薄的薄片，有分粗细不同的型号。因为它轻薄灵活，所以能深入锉刀到不了的狭窄缝隙，比如说镂空图案的内角，或者是不规则的线条。它的优点在于它的研磨速度很快，可以快速的修磨出流畅的曲线，还可以把它翻到反面来使用，处理那些平常很难碰到的细微角落。我几乎每一次创作都会用到它。它就像一个得力的助手，帮我把想法雕琢得更细致。使用的时候，轻轻顺着线条的方向研磨，保持稳定，让膜片自然贴合银板的弧度。膜片修整之后，银板上面可能会留下一些细小的磨痕，这个时候我们换上砂纸棒来进一步的研磨它。我会先用400号的砂纸棒，沿着刚刚磨片的路径轻轻的打磨，把磨痕都磨平。用完400号的砂纸之后，我们再依序用600或800的砂纸棒，沿着相同的路径重复研磨。这里有一个小诀窍要分享，
对于那些狭窄缝隙、砂纸棒可能进不去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用砂纸棒的边缘轻轻顺着缝隙的边缘划过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把毛边去除，让细节更干净。再来，我们平面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用海绵砂纸或者是砂纸来研磨。在你的物件太小不好拿取的时候，我会用纸胶带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手把，这样子在研磨的时候就很方便。接下来我们要做龟背芋上面的叶脉。如果你仔细观察龟背芋的叶子，你会发现它的叶脉是由好几条细密的线条交织而成。不过我们在创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简化这些细节，让作品看起来更干净利落，同时也保持它的美观跟它的自然感。所以我今天不会复制每一条叶脉，而是挑选一条主要的线条来表现，这样既简单又可以突出叶子的特色。这种简化就像在创作中找到平衡，让你的作品更有自己的味道。我这边用的是1mm的925银线，为了让叶脉看起来更自然，我会把银线的前端大约1/3的地方磨细，打造出一个渐细的锥形效果，就像叶脉从粗到细的自然过渡。我会用粗锉刀轻轻地搓磨前端，顺着银线的方向渐渐地变化它的造型，保持稳定。搓磨之后，银线上面会留下一些锉刀的痕迹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换上砂纸，一样用400、600到800来把前面的搓痕都磨细。在打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轻轻地转动银线，确保它的每一面都均匀受力。这条叶脉虽然简单，但是可以让龟背芋注入一份灵魂。今天我们先做到这里，这片龟背芋已经快完成了，还差一条叶脉还没有焊接上去。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带你一步一步做焊接、成型、染色，还有表面处理，慢慢的陪你把它做完。这次的内容我讲的比较细，适合你慢慢做，慢慢体会这个手感。如果你也做出属于自己的作品，或者是在练习的时候有遇到什么问题，都可以到我的社群张贴图片或者是文章跟我分享，我们会一起讨论，一起陪你完成。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订阅。我是老歪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咯。